如果你是孙悟空，在天庭看人砍头，却发现被砍这小子竟是你500年前落难时的救命恩人，你会怎么做？300年前我穿越到这个世界，以为是普通的玄幻大陆，于是埋头苦修，好不容易成了个仙，谁料跟一帮秃驴杠上了，结果对面背景深厚，直接捅到了天庭，直到副仙所捆住我的手脚，斩仙台上刮骨的罡风吹乱我的头发，我才看清了周围的围观群众：托塔天王李靖、三坛海会大神哪吒，还有一个浑身金甲抓耳挠腮的猴子。我人彻底妈了，这他娘的哪里是玄幻大陆，这分明是西游结束后的洪荒世界。我这点微末道行，在这些大佬面前连塞牙缝都不够。就在我思考是跪着死还是站着死比较有尊严时，一个声音在我脑中响起：人生编辑器系统激活。系统都快上菜了你才来，有什么用？本系统可编辑您的人生履历，但有2条规则：第一，编辑内容不能与世人熟知的真实历史冲突；第二，无法直接为您提升修为或提供法宝。我心凉了半截，不能攀亲戚，不能加属性，这不就是个废物系统吗？绝望中，我的目光下意识地扫过那个金甲猴子，齐天大圣孙悟空。一个疯狂的念头瞬间在我脑中成型，不能改变真实历史是吧？那我可要编点野史了。这时，一个脑后顶着佛光、面向慈悲的菩萨走了出来，义正辞严地开始宣判我的罪行。诸位仙友，此寮名为陆凡，本是一介散仙，10年前回我西方教数座寺庙，如我佛门金身，罪孽深重，可我佛慈悲，念其修行不易，只将其镇压于灵山脚下，令其日夜听诵佛经，望其能洗心革面，悔过自新。谁料10年期满，此寮非但不知感恩，反而变本加厉，毁我佛寺7座，更出手打伤了我教护法罗汉。此等顽劣之徒，心性已然成魔，若不加以严惩，必为3界大患。今日请上斩仙台，便是要斩其仙根，灭其神魂，以儆效尤。他的声音洪亮，充满了道义的制高点，引得西天那帮僧众个个宝相庄严，口宣佛号，仿佛我真是个十恶不赦的魔头。然而我却注意到，天庭那边的神仙们大多抱着胳膊，脸上挂着看戏的表情。这小子有俺老孙当年的几分风骨。孙悟空金色的眼瞳里满是欣慰。哪吒哼了一声，换作是我，怕是10年都等不了。这100年来西方教大兴，天庭虽为3界正统，风头却被抢去不少。如今见西方教吃瘪，还是被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散仙弄得灰头土脸，众人心中都有些快意。陆凡，我佛给你10年悔过之机，你为何不知悔改，反而变本加厉？你可知罪？全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我缓缓抬起头，迎着他那虚伪的慈悲面孔笑了。罪，我何罪之有？我挺直了被副仙所捆绑的脊梁，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遍了整个斩仙台。你们强行将我镇压，日夜以经文魔音贯耳，便以为能让我屈膝服软。我陆凡修行，求的是念头通达，守的是本我道心，而等所为与邪魔无异。我心向正义，为何要向邪魔屈服？一番话掷地有声，整个斩仙台瞬间鸦雀无声。西方教那边的所有佛陀菩萨脸上的慈悲瞬间凝固，变成了铁青。那菩萨更是气得佛光乱颤，指着我怒喝：妖言惑众，死到临头还敢污蔑我佛，当诛！可天庭这边却响起了一片压抑不住的窃笑声，哪吒的嘴角也高高扬起，哈哈，真有意思，好久没见过这么硬的骨头了。孙悟空更是就差鼓掌了，说得好，什么狗屁慈悲，俺老孙当年就没信过。一个曾搅翻东海，剔骨还父，一个曾大闹天宫，被压500年，他们最欣赏的就是这种宁折不弯的傲骨。太白金星顷刻一声站了出来，菩萨息怒，这陆凡仙友虽有冲动之举，但言语间颇有风骨，不似大奸大恶之辈，不如将惩罚改一改，废其修为，贬为凡人，也算是全了出家人的慈悲之心。喊打喊杀终究有伤天和吗？这话听着是劝解，实则是在拱火。被一个散仙指着鼻子骂作邪魔，若不能将其形神俱灭，这脸面就算是丢尽了。净念菩萨强压怒火，此寮心性已魔，若只是废其修为，他日转修魔道，为祸更甚。今日我便要让诸位看得清楚，此人究竟是正是邪。传地府阎罗王上殿，不多时，阴风拂过，头戴王冠的阎王捧着生死簿，在牛头马面的护卫下躬身立于台前。小王参见玉帝，见过诸位上仙、菩萨、阎王，动用业报水镜，将此人陆凡的过往公之于众，让3界看看他为了修仙手上沾了多少血腥。天庭众仙的笑意瞬间凝固，他们都清楚，如今灵气凋零，散仙修行哪个不是一路杀伐，手上或多或少都有污点，只要照出我任何一件恶行，西方教就彻底站稳了道德高地。好一招釜底抽薪。哪吒皱起了眉，而孙悟空那双火眼金睛则饶有兴致地盯着我，他们想看我如何应对这必死之举。阎王不敢怠慢，取出一面古朴铜镜抛向空中，镜子迎风变长，化作覆盖半个斩仙台的巨大光幕，光幕亮起，净念菩萨露出稳操胜券的笑容。而我也在这时对系统下令，系统开始编辑人生履历。光幕流转，画面定格在黄沙漫天的边陲小镇，我的故乡，一个男婴咕咕坠地，那是我。画面快进，童年的我安静而懂事，从不嬉闹，早早便为父母分担家务，将仅有的口粮先让给他们。仙官们开始低声议论，这不像是个奸恶之辈，莫非其中真有什么隐情？净念菩萨却冷哼一声，将这善意扭曲为我的罪证。人之初性本善，正因他出身良善，却依旧毁寺灭佛，才更说明他天性冥顽，恶根深重，教化无用，唯有根除。他的话堵住了所有人的嘴，天庭再次陷入沉默。毕竟没人会为我这么个无名散仙去得罪气运昌隆的佛门。光幕里，我已长成少年。一日黄昏，我那老实巴交的父母从外面回来，神情既疲惫又兴奋。他们竟从本就见底的米缸里又捧出了一部分粮食。我疑惑地问他们在做什么。家里的米已撑不到下月。父亲搓着手，压低声音说：“他们今天为了躲避野猪，无意中跑到了东边那座没人敢靠近的怪山，看到山脚下压着一个毛脸雷公嘴的猴子。那猴子会说人话，一个劲儿的喊饿，瘦的只剩一把骨头了，看着怪可怜的。我们寻思着把家
家里的粮食匀一些，给他送过去。这句话通过水镜清晰地传遍了整个斩仙台。霎时间，万籁俱寂，所有神佛的目光齐刷刷地汇聚到了孙悟空的身上。看热闹竟看到了斗战胜佛的陈年旧事，孙悟空自己也愣住了，抓耳挠腮片刻，随即满不在乎地挥手：“看俺老孙作甚！”继续看，500年的囚禁是他最不愿提及的往事，这突然冒出来的一饭之恩，让他也陷入了深深的困惑。净念菩萨则依旧淡定，他很清楚，历史上根本没有这回事，就算有，区区一饭之恩，难道还能让如今身为佛门护法的斗战胜佛？为了一个凡人与整个西天翻脸，绝无可能。画面中，少年的我指着空了一半的冥当，提出了现实而残酷的疑问：爹娘，我们自己都快饿死了，真的要把粮食给一个不认识的猴子吗？父亲粗糙的大手按在我的头上，叹了口气：凡儿，我们是穷，但心不能穷，看见别人受苦，能伸把手却扭头就走，那跟禽兽有什么区别？人活着，要是连点热乎气儿都没了，比饿死还难受。这番朴素的话，让在场许多出身凡间的神将为之动容。在凡间，一捧粮食就是一条命，他们父母的善良，纯粹的令人心头发颤。然而这动容却再次被净念菩萨利用，他脸色铁青，佛光一阵厉声道：看到了吗？有如此淳朴善良的父母，言传身教，他陆凡却还是成了与我佛门为敌的狂徒，这不正说明他天性之恶，无可救药吗？天庭仙官们再次沉默。就在这时，一个滚圆的身影哼哧哼哧地挤到孙悟空身后，正是净坛使者猪八戒。猴哥，猴哥，这家人你当真认得？孙悟空正出神，被他吓了一跳，没好气的一把揪住他的肥耳朵：你这呆子，跑来凑什么热闹？猪八戒杀猪般的叫唤起来，引得周围所有神仙都竖起了耳朵。孙悟空嫌恶地松开手，在油腻的袈裟上擦了擦，然后对着所有偷听的耳朵干脆利落的大声宣布：不认得，俺老孙被压500年，除了山神土地，就只有一个牧童给过桃子，这什么陆凡一家，听都没听过。他的话让众仙哗然，同时又更加好奇了，难道是这家人动了念头，却最终没去成？净念菩萨那张万年不变的慈悲假面似乎松了口气，阎王继续吧。我的父母将米缸里最后一点活命粮分出一半装进布袋，我看着那能照出人影的缸底，一言不发的回屋，将自己藏了许久的2个硬面饼也塞了进去。父亲见状欣慰的笑了，那笑容是我记忆里为数不多的暖色。就这样，我们一家3口踏上了去往东边那座怪山的路。那是一片被遗忘的贫瘠之地，官府不来，强盗横行，甚至还有吃人妖精的传说，周围死寂的可怕。我不由得催促父亲走快些，同时问出了一个孩子最天真的问题：爹，村东头庙里的和尚们为什么不出来除妖降魔呢？这个问题瞬间让斩仙台上的气氛变得微妙起来。天庭那边传来几声压抑不住的窃笑，而在水镜里，我父亲的脚步顿住，他蹲下身，用那双饱经风霜的眼睛看着我，叹息着揭开了一个残酷的真相：那些僧人只会念经，从不管外界死活。村里的李大叔家被狼妖所害，去求助时，他们竟说降妖除魔有伤天和，除非能拿出300斤粮食做香火钱，他们才考虑为他念经感化狼妖。父亲的声音里满是嘲讽。更可笑的是，那些路上捡进的强盗，反倒和庙里住持关系匪浅，每年都要上供抢来的钱财做香火。这番话无异于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抽在了西方教众佛的脸上。天庭的仙官们再也忍不住了，雷部众将笑得肩膀抖动，连托塔天王李靖的嘴角都控制不住的抽搐。太白金星更是捻着胡须，毫不掩饰地对着同僚摇头，那神情仿佛在说：瞧瞧这脸打的。而西方教的阵营则瞬间冰封，净念菩萨的脸皮狠狠一抽，脑后佛光都紊乱了一瞬，随即厉声怒喝：荒谬！此等愚夫，一派胡言！寺庙接受香火乃天经地义，自己无能供奉便心生怨怼，肆意污蔑我佛门清净地，有此等谤佛之父，难怪养出你这等毁寺灭佛的孽障，此乃根子上的坏，天性里的恶。他的话音未落，身后的佛陀罗汉们便纷纷附和，一时间指责声如潮水般向我涌来。然而天庭众仙脸上的笑意却更浓了。水镜里，我听完父亲的话沉默了许久，但那份成人世界的绝望并未侵蚀我，反而点燃了我心中一团火。我挺直小小的胸膛，握紧拳头，对着漫天风沙用尽全力呐喊：爹娘，等我长大了，要学一身天下无敌的武艺，谁是坏人我就打谁，谁是妖精我就除谁，我要让这天底下再也没人敢欺负好人。好！一声喝彩自天庭神将阵中炸响，瞬间引爆全场。哪吒凤目放光，一枪遁地，大笑道：好小子，对我胃口。我的父母也因我的誓言而骄傲。父亲重重拍着我的肩膀，母亲则将我紧紧搂入怀中。我们带着这微小的希望继续前行。可就在此时，一支淬了毒的冷箭破空而来，小心！父亲瞬间将我们母子推开，自己却慢了半步。噗呲一声，利剑穿透了他的大腿，鲜血喷涌。他惨叫一声，单膝跪地。不等我们反应，林中冲出7、8个手持利刃的强盗，将我们团团围住。快跑！父亲用尽最后的力气嘶吼，将手中的斧头奋力掷出。母亲拉着我没命的狂奔，却被脚下的石头绊倒。混乱中，那个他用生命护着的布包，我们一家人所有的善意与牺牲，就那样飞了出去。啪嗒一声，包裹散开，那混合着糠皮的粗粮尽数洒在了肮脏的泥土里。那一刻，整个斩仙台鸦雀无声，所有神佛的目光都从那捧混着泥沙的粮食上缓缓移到了孙悟空的身上。现在他们都明白了，我们一家并非半途反悔，而是带着活命的口粮，冒着生命危险要去救济一个素不相识、被压在山下的猴子。然而这份善意被世间的罪恶永远的拦截在了半路上。孙悟空站在那里一动不动，金色的眼瞳死死盯着光幕里那片污浊的粮食，一股压抑到极致的气息从他体内弥漫开来。他金甲下的拳头握得咯咯作响，他想起了那暗无天日的500年，原来俺老孙当年本可以多吃上一顿饱饭的，就因为这几个该死的强盗。轰的一声，一股金色的妖气与精纯的佛光混合着从孙悟空体内冲天而起，他脚下的玉石地面
寸寸皲裂。净念菩萨被这股气势逼退半步，却依旧强作镇定，宣了声佛号，开始用他那套佛理说教。斗战胜佛，往事已矣，皆为尘烟。一饭之源终是镜花水月，何必心生执念？动了嗔怒，他试图用大义压人，以为孙悟空的愤怒不过是为了个人的口腹之欲。谁知孙悟空听完竟仰天狂笑，笑声震彻云霄，哈哈哈哈！好一个过往云烟，好一个心生执念。笑声戛然而止，他那双已化为赤红的火眼金睛死死锁住净念菩萨，一字一句声如惊雷。菩萨，你跟我讲佛理，好，俺老孙今日便也与你讲一讲佛理。俺老孙且问你，何为放下？净念菩萨一愣，放下便是看破虚妄，不为外物所扰，不为执念所困。那当年这一家三口捧着活命的粮食去救一个素不相识的猴子，是真是妄？净念菩萨语塞半响，是真。那伙强盗拦路抢劫伤人性命，此为恶行，是真是妄？是真。既然善恶皆是真，是非皆分明，你却让俺老孙放下，岂不是让俺老孙连真假善恶都不辨了？俺老孙念及当年之苦，忆起那家人之善，生出几分火气，此乃真性情。若连喜怒都无，善恶都不分，与那妖物何异？这一番话说的那净念菩萨哑口无言，他本想借此机会彰显佛门威严，结果反被大圣当着三界众神的面上了一堂佛法课，里子面子丢了个干净。最终那秃驴只能灰溜溜的躬身认错，小僧受教了。但他显然不甘心，于是他强行把话题拉回，指着我声色俱厉：圣佛之言虽有理，但今日审判的是陆反，此聊毁寺灭佛，罪证确凿，是非曲直，还请诸位继续看下去。水镜中的画面再次流转，荒芜的官道，血腥气扑鼻而来，父亲的大腿被箭矢贯穿，鲜血染红了土地。当家的母亲想扑过去，却被父亲用最后的气力推开。快，带凡儿走，别管我！那个独眼龙强盗扛着刀，狞笑着逼近。母亲死死咬着嘴唇，她知道丈夫说的是对的，为了孩子，她必须走。凡儿，跑！她最后看了丈夫一眼，那一眼包含了无尽的悲痛与不舍。接着她猛地拽起我，头也不回地向前狂奔，身后传来冰刃入肉的闷响和父亲那一声短促的闷哼。我下意识回头，只看到那个如山般的身影重重倒下。爹！我撕心裂肺的哭喊，却被母亲死死捂住了嘴。母亲知道我们不可能跑掉的，于是她把我按进一处灌木丛，用从未有过的严厉语气命令我：凡儿，听着，躲好，别出来，不管听到什么都别出来。娘，那你呢？我抓着她的衣角，浑身发抖。她重重地亲了我一下，滚烫的泪落在我的脸上。娘去把他们引开。说完转身朝着另一个方向跑去，故意大声叫喊引开了那群畜生。我蜷缩在黑暗里，听着她的声音和强盗的笑声越来越远，直至消失。